大家好，我是优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你以为这是诡辩？那说明你还没有理解形式逻辑。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才会发现形式逻辑的致命缺陷。而当你试图解决这种缺陷时，才会发现辩证法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来看鸡蛋问题。当我们在形式逻辑下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暗含了几个限制。首先，鸡就是鸡，鸡不能是蛋，而蛋呢就是蛋，蛋不能是鸡，这叫矛盾律。其次要么先有鸡，要么先有蛋，不能同时有鸡和有蛋，这叫排中律。最后呢，鸡永远是那个鸡，蛋呢也永远是那个蛋，它们的指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这叫同一律。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反证法了。首先，假设先有鸡，那么就要回答鸡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回答鸡是从蛋孵出来的，那么这个回答里面的鸡与假设概念里面的那个鸡就已经不是同一个鸡了。不同在哪里呢？它们的内容是不同的。假设中的鸡是先于蛋而存在的那些个体，回答中的鸡则是后于蛋而存在的个体。虽然形式都叫鸡，但内容却不同了。于是这就违背了同一律，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如何回答这一诘问呢？你只能回答鸡就是先天存在的，它没有前序因，于是我们的反证失败了。同理，如果假设先有蛋，那么蛋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同样只能是蛋是先天存在的，它没有前序因，于是反证又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既不能证明先有鸡是错的，又不能证明先有蛋是错的，结果就是它们都是对的。于是这又违反了排中律，这就是一个悖论。形式逻辑系统中存在着无数个类似的悖论，例如上帝悖论、理发师悖论等等。那么形式逻辑系统中应该如何解决这些个悖论呢？答案只能是认为规定。例如我们规定先有鸡，这就是一个公理，没有为什么。就好像象棋中的马走日象飞田一样，如果你想玩象棋，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不用问为什么。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不玩。但是与象棋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希望利用形式逻辑这个系统为客观世界建模，从而呢能够更好的预测未来。这就为这种模型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一呢是简洁，不能太复杂，至少要简洁到人类可以使用它预测未来。二呢是优雅，不能有过多的独断，独断过多人类就不能理解了，更无法验证，谁知道哪天会不会失灵呢？那么我们看先有鸡这个规定是不是够简洁？是，但是够优雅吗？一点也不优雅，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独断，甚至它都不符合感性直观，怎么能叫优雅呢？形式逻辑中几乎所有的因果都存在着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链条的长短不同而已。例如，为什么有种子？因为有花可是为什么有花呢？因为有树。为什么有树呢？因为有种子。所以为什么有种子呢？因为有种子。当然，此种子非彼种子，可这又违反了同一律，所以最后还是要规定种子的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讨论花和树。这种独断就可以称之为迷信，它跟无条件相信上帝存在是一回事。为什么形式逻辑必然存在着独断？因为形式逻辑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抽象，
其抽象程度之高啊，以至于忽略了时间维度。它只对世界的时间切片进行建模，这是一种静止的模型，或者说它的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时间不存在。既然时间不存在，又怎么会存在因果呢？所以形式逻辑在为因果关系建模时，就必然存在这种缺陷。这种缺陷的具体表现就是悖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缺陷呢？我们可以认为鸡这个事物中本来就蕴含着形成蛋的趋势，同样的蛋则蕴含着成为鸡的趋势。鸡和蛋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鸡中有蛋，蛋中有鸡，两者啊既对立又统一，是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当然，这就打破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那么矛盾双方的关系是什么呢？当鸡存在的同时，它就已经有了否定自己并转化为蛋的趋势。当它生下了蛋，蛋存在的同时，也就有了否定自己成为鸡的趋势，往复循环。所以啊，是同时有了鸡和蛋。这种否定之否定又打破了排中律。那么发展到什么时候算是鸡，什么时候算是蛋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状态啊是连续变化的，而不是离散的，并不存在在一个节点，并在它前面100%是蛋，在它后面100%是鸡。这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也就是鸡永远都含有蛋的成分，只不过是比例多少的问题。所以啊，永远不存在同一只鸡的概念。这也打破了同一律。由于增加了时间的维度，打破了形式逻辑的限制，因此啊，这种建模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还原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说的辩证法。有优势肯定就有缺陷。数、量这两个概念都是形式逻辑系统中的概念。辩证法啊，打破了形式系统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数和量这两个概念。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无法精确量化。作为辩证法的发明者啊，中国的先贤也一直在试图完善辩证法，希望弥补辩证法的无限量化的这个缺陷。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引入阴阳。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世界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认识是运动。在我们还没有时间概念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种状态向两种状态的切换。这种切换呢，我们称之为异，而两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一阴一阳。但是阴和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的状态具有向阳转化的趋势，反之亦然。在宇宙之初啊，一定存在着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静止的，但是呢，却具有走向运动的趋势。静止呢是阴，运动呢则是阳。这种状态啊，负阴而抱阳，就被称作太极。太极啊，是一切的开始，当然也是时间的开始。因此呢，太极之前没有时间，因此啊，太极也就没有之前。太极动产生了运动，运动中呢，不断产生了阴阳分支，以至于有了今天的宇宙。太极静则不产生运动，那便是另一个平行宇宙。太极啊，为什么动呢？没有原因，因为在那之前没有时间，也就是不存在因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都已经存在了，其中一个就是永远静止的状态，其他的宇宙数量呢极其庞大，而我们只是存在于这些宇宙其中之一。为什么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呢？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存在时间的宇宙之中，
这个宇宙又恰好能够产生思考这种机制，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被宿命束缚住了呢？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么说，你的所有结局都已经存在于某个平行宇宙之中，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脱这些可能。可问题是，你可以选择让自己的思维延续至某一个平行宇宙，也可以让你的思维停止于某个平行宇宙，这是你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宿命这张网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你有足够的空间在其内部实现自己的自由，而这其中必然也存在着某一个宇宙，在那个宇宙里你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宇宙模型，可以预知一切未来，于是你成就了宇宙。这种自由称之为绝对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也是宿命之下的一种选择。那么如何构建这种完美的宇宙模型呢？形式逻辑显然并不能够胜任，解决了量化问题的辩证法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能不能通过阴阳这种二进制来代替数量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只不过分支点过多，逐一分析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那就需要我们对客观世界进行重新的抽象，在辩证法的框架下运用二进制的形式进行抽象。至于如何抽象，恐怕需要重新构建一套体系。现在呢，还不知道这套体系是什么样子，但是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什么方向呢？简洁而优雅。这就好比有人问你月亮在哪，你伸手指给他看，然后呢，他头也不抬地盯着你的手指，破口大骂，说你管这个叫月亮？你他喵的到底懂不懂什么才是月亮？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奈。谢谢大家，我是优步。